看一下蛋宝的新歌饶我流。蛋宝已经有4年没有发过歌了哈，今天我看到这个 notification 的时候还是很兴奋。虽然说不是那一种蛋宝这首歌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就知道蛋宝对艺术的那种追求和纯粹性在嘻哈圈也是有名的，可能一首歌要做好几年呢，或者说这也是他做了很多年的一首老歌，现在觉得时机对了，作品成熟了就发出来，然后品质是一定有保证的。大家听一下。他这个人就是很任性啊。以他的性格，就应该他自己 baby 的这种 sample 吧。你也有运，我也有运，但我的运巧比你好。你也有运，我也有运，但我的运巧比你跑。说真的，饶舌只要一个 loop， 一手臂一支麦就能玩到窗户一层雾。生的饶舌源于一个 move， 咀嚼消化思考排出，让种子变成树，细心照料着我的室内盆栽。还是熟悉的蛋宝的味道哈。蛋宝真的太棒了，这么多年一直维护自己风格的独特性，不会说全世界都在做孟菲斯，我也要做孟菲斯，全世界都在做 gangster rap， 我也要做 gangster rap。 他也不会说轻易的跟别人去尝试 drill， 然后这给你一个 feature， 那给你一个 feature。 我觉得这就是保护自己艺术的那种纯粹性，所以说蛋宝这样的歌手发歌才会有价值。我看了他的 podcast， 他上那个陈老师的那个节目，他说他曾经有一首歌写了8年，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歌哈。我相信蛋宝自己是有很多创作的作品的，我们自己平时他的收敛水，他的老歌在我的手机里是一直都没有被删掉的，他的各种各样的歌吧，我不管是车里家里都会听。你看现在多多少少的新的歌手出来，新的风格出来，蛋宝就是有自己的东西，这就很简单。我不是要听他的 punchline， 你是要听他一气呵成的这个作品。进化，释放质感冷海，我的 groove 不停转动，像是轮胎推动空气，光影之间浮着尘埃。新事又一则，旧的不记得，文字和节奏里应外合，像一张 CD 终于装到对的 CD 壳。频率对了，搜寻满格，接着搜寻脑粉，追求草本，轻量保冷，面对变化随时调整，最重要是感觉，管它。真的，这个 flow 就是熟悉的感觉。他也玩了一个小小的概念，就是说植物如果说受到音乐的影响，会有不一样的发育和生长哈。计划外，我的货气只为 hip hop vibe， 重视节拍变换，不做 melody， 强调思考片段，不谈 benefit， 流气减半但不减 energy， 听完收敛水，听我的精华地，风格淡丽。这两段写得太好了，再听一下刚才那一段。让 CD 终于装到对的 CD 壳，频率对了，搜寻满格，接着搜寻脑粉，追求草本，轻量保冷，面对变化随时调整，最重要是感觉，管它计划外，我的货气只为 hip hop vibe， 重视节拍变换，不做 melody， 强调思考片段，不谈 benefit， 流气减半但不减 energy， 听完收敛水，听我的精华地，风格淡丽，喜欢释放，喜欢过得安逸，情绪起伏配合着环境，如果没有规则何必叛逆，你的文字决定你的高度。真的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风格，这么稳的一个唱功，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得有多难。每一个人都想要比如说赚钱商业化，看到别人拍抖音他也想火。如果说你这个人没有极度的自律，在艺术上的那种审美极致的这种追求，那你一定会变成是去模仿别人，去追求别人的风格，模仿别人穿衣的那种风格。所以说蛋宝这种艺人我就特别特别欣赏。欧美还有一个艺人我觉得跟蛋宝其实是有点像的，但他比蛋宝高产，就是曾经 Young Money 的那个 Currency， 就是自己发 mixtape， 自己
做自己的衣服，一直都是 independent， 然后自己开巡演，也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场地，但他就对这个音乐不会说轻易给别人 feature， 也不会有任何的 drama， 不会在演艺圈里头跟任何人有任何的过节，艺术上也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我觉得这就是 hiphop 最真的那个东西。我还看到一个很惊喜的事情，我不知道在2个月前蛋堡居然跟龙丹子还在一起演出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嘻哈的最高水平的碰面哈，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记入中文嘻哈历史的一个演出吧。关键是想法，绝对不是招数。喜欢不喜欢那是个人好恶，但不要妨碍别人施展抱负。说中你的心，手对着我核实，因为我有更多更详尽歌词，密密麻麻的歌词网。我有我的市场，但不是菜市场，谁是正的谁是仿，法号绕空，奖金超松。旁听的人收起刀锋，不再暴冲飘到高空，修炼饶爱。在新的朝代，我专辑炒卖，怀疑的人只是一时分不出好坏。他们喜欢越听越新，我刚好相反，所以他们听不出我越做越精。有大人的 hip hop， 小孩子别来碰，受了打击才知道原来痛。真的，你就可以看到，或者说想象到蛋堡自己拿他那个 NPC， 或者说拿他的这个制作的这种工具，在前面那种敲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觉得玩艺术就是应该像蛋堡这样，不是说今天要有一个广告，我就要给你写首歌，有一个综艺节目让我去唱歌，我今天就要去唱歌，我就不当这个 rapper 了。真的 real hip hop 就是蛋堡这样，蛋堡这个就是给演艺圈打的最好的一个样，就是蛋堡。可能也有台湾很多新的 rapper 或者说其他的 rapper 哈，但是我觉得蛋堡对大家的 influence， 尤其是对我其实很深的。我觉得我听收敛水的时候，那个时候英语还不是很好，连欧美的 hip hop 都听不懂，我打开50 Cent 或者说 Eminem 的专辑，我也只能够听个律动，我也听不懂他的歌词，但那个时候收敛水我已经听得滚瓜烂熟了。这就是一种历史的这种，我不知道是回顾还是说好像画了一个圈，突然又回到原点，然后又回过头来听一下蛋堡，又开始发新歌，然后重新，他也许没有什么功利性啊，就是想到什么就发什么。你看4年不发东西，我觉得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不为钱或者说为了利益而所动哈，但蛋堡别人就做到了，不发歌 ，focus 在自己的事情上边，这点就很棒。重视节拍变换，不重 melody， 强调思考片段，不谈 benefit， 流气减半但不减 energy， 听完收敛水，听我的精华液，风格淡丽，喜欢释放，喜欢过的安逸，情绪起伏配合着环境，如果没有规则，何必叛逆？听着真的饶舌，不用躲在旋律里面，而是在字里行间塞进想法理念。真的饶舌，不靠企划宣传包装，讯息的浓度本身就是高汤。真的饶舌，不用作茧犯科，不用道貌岸然，你不会想要换歌，你唱首真的饶舌，不用唱得很快，唱的真是饶舌，唱的诚实就是真的饶舌。真的饶舌，让智慧生物。这2句说的很好哈，这就是说给新的 rapper 听的，不是所有的 rapper， 比如说都适合唱 drill 或都适合唱孟菲斯，你有没有那样的生长环境？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你是要去演一个 rapper， 还是说你要真正的当一个 hip hop artist？ 这就是他们自己需要考虑的。而你的东西真或者不真，你拍8分钟的 MV， 当不了真 rapper 说一句话。不体验颅内高潮，笨蛋不能体会，所以笨蛋不会报道。真的饶舌，不用打造100万场景，工厂直营，够纯就是商品。真的饶舌，在乎流不在乎流量，在乎我不在乎偶像，在乎传达了什么不在乎走向，一样超越时代，不唱到走样。真的重视节拍变换，不重 melody， 强调思考片段，不谈 benefit， 流气减半但不减。大家一定要去蛋堡的这个官方频道去给他 comments 留言，多多转发哈，让他知道不管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听得懂中文的喜欢 hiphop 的人，应该一直都在等他出歌，让他多出一点作品。
energy， 听完收敛水听我的精华液，风格淡丽，喜欢释放，喜欢过得安逸，情绪起伏配合着换季，如果没有规则，何必叛逆？Yeah， 这是绕我流，听我 Spitfire 突出一。真的是任何一个阶段听蛋堡就是治愈，就是舒服。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叫白开水哈，或者说它是那种像那种茶一样，好像你放的越久，或者说你冲的这个方式对，然后喝起来就很香。我觉得不论白天晚上工作不工作，学习不学习，开心不开心，听蛋堡的歌，你那个几分钟你就是会跟它融入到这个作品里头一起，这就是 the real hip hop。 我觉得中文饶舌或者中文嘻哈里头，它的这个地位真的还是存在的，不是那种大家功利心上的那种蛋堡的歌一定要在这个榜单上，一定在抖音或者说在 Instagram 火不火，但是在嘻哈的这个蛋糕里头有那么一块必须是蛋堡他做的这种他的风格的，不管是 Jazz Hip Hop 还是 Old School Hip Hop 都可以。团好我球，保持绕我流，继续绕我流，这是绕我流，等待救援的人全都朝我游，保持绕我流，继续绕我流。好听，大家记得去关号支持一下蛋堡 Soft Hip Hop。